在《封神榜》和《西游记》中，区分一个神仙牛不牛，就看他有没有坐骑。没有坐骑的未必弱，但有坐骑的一定强，而且身份都不一般。比如太上老君骑青牛，姜子牙骑四不像，文太师和黄天化骑麒麟，三霄骑凤，栾、花灵雀、准提骑孔雀等等。关于大神金仙，后面我们会出一期视频捋一捋的。这一期呢，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各国神话及传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超级坐骑。一、九灵元圣。九灵元圣绝对是坐骑界大佬级的存在，他的原型乃是太乙救苦天尊座下的九头狮子。一日，看守他的师奴偷吃了大千甘露殿中的一瓶轮回琼液，醉到不省人事了。九灵元圣就在看守昏迷不醒之际，趁机挣脱锁链逃往下界，并化身为竹节山九曲盘桓洞的九头狮子精，战神为王，收下徒子徒孙无数啊！九灵元圣作为上古神兽，不仅法力强大，万法不侵，更是小人语知万事，吼声一出，上通三圣，下彻九泉。他在妖界辈分也是极高的，被黄狮、酸泥、团象狮、白泽、符里、挠狮、血狮骑师尊称为祖翁，引人妖怪之首的气势。而且他还是唯一一个不用任何武器就能打败孙悟空的妖怪，能力之强更是让人闻风丧胆呐！这么一只实力高强的九头狮子，竟然只是坐骑，可想而知其主人太乙救苦天尊的实力有多么深不可测了。二、谛听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属性最奇特的坐骑，恐怕就要提地藏菩萨的坐骑谛听了。谛听是地藏菩萨经按下符咒的通灵神兽，集群兽之象于一身，有虎头、独角、犬耳、龙身、狮尾、麒麟足。他的原身是一条白犬，因为地藏法门以孝道为基，狗性忠诚，因此谛听也代表忠诚不二之心。不仅如此，谛听尤其善于听人的心。相传谛听伏在地下，只需一刹那，就可将四大部洲山川社稷、洞天福地之间的裸虫、鳞虫、毛虫、羽虫、昆虫、天仙、地仙、神仙、人仙、鬼仙皆都照尽善恶，察听咸愚。关于他的事迹，最出名的莫过于谛听变真假美猴王这一遭了。那时六耳猕猴化为孙悟空，诸天人众不能辨别，二人打打闹闹到了阴间地府，十大阎王也不能分辨，地藏王菩萨只能让谛听出来辨别。谛听即时匍匐在地，须臾对地藏菩萨道：怪名虽有，但不可当面说破，又不能助力擒他。地藏问他：当面说出又会怎样？谛听则说：当面说出，担心妖精会愤怒发作，骚扰宝殿，致令阴府不安。况且这妖精神通与孙大圣无二，我们这些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？因此也不能擒拿。地藏随后又问道：那这样要怎么去除呢？谛听则言：佛法无边，背后的意思就是咱地府别掺和了，就给天上分辨吧。纵观谛听，他与地藏的关系似乎不仅仅是主人和坐骑的联系，反而如朋友伙伴一般，相辅相成，不离不弃。三、迦楼罗。迦楼罗，印度神话中三大主神之一的毗湿奴的坐骑，在佛教传说中也被称为金翅鸟、妙翅鸟、顶影鸟、石土悲苦生等。它天生半人半鸟，嘴如铁钩，眼如日月，身上更是长有不同功能的6种翅膀，身负神足通。它心通、宿命通、天耳通、天眼通5种神通，实力强劲。不仅如此，迦楼罗的身份还极其高贵，是太阳神苏里耶的御者阿罗那之弟，属次级神。之所以成为毗湿奴的坐骑，这其中还有一番因果纠缠。为了解除母亲的奴隶之身，迦楼罗与那迦达度前往天宫，打败天帝因陀罗，取走了甘露苏摩。归途上遇到毗湿奴，两者几经较量，不分高下。毗湿奴有感于迦楼罗的强大，用不死的生命来交换迦楼罗作为自己的坐骑。从此迦楼罗侍从于毗湿奴。尽管迦楼罗已经成为毗湿奴坐骑，但是他与那迦龙王的仇怨依旧是不死不休的。他以龙为食，每天要吃一条那迦龙王及500条毒龙。等他临终无法进食的时候，迦楼罗将飞往金刚轮山自焚而死，只剩一个纯青琉璃心。四、金毛猴。金毛猴，观音菩萨的坐骑，它的外形看起来像犬，但不是犬。金毛猴凶猛异常，是常常与龙争斗的神兽。清代东宣主人的《述异记》中这样记载：东海有兽名猴，能食龙脑，腾空上下，智猛异常，每与龙斗，口中喷火数丈，龙者不胜。
在《西游记》中更是与孙悟空打上5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。按照观音菩萨所言，若不是孙悟空偷走了金毛猴的紫金铃，10个孙悟空也不敢近身。而在封神故事之中，其为上古圣人通天教主截教门下的金光仙弟子，同时也为随侍7仙之一，被派去在万仙阵中负责控制4象阵。万仙阵被阐教众仙所破之后，金光仙被南极仙翁降服擒住，并打回原形，变成金毛猴，成为了后世观音慈航道人的坐骑。5. 魁牛。魁牛是通天教主的坐骑。通天教主何许人也呢？截教的教主，混元大罗金仙级别大佬啊，他的坐骑实力定然不会差的。魁牛身周有祥光瑞霭，五彩庆云腾腾而起，每次出现都会有狂风暴雨。他身上闪耀着光芒，似日光和月光，他的吼声和雷声一样震耳。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载：状如牛，苍身而无角，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，其光如日月，其声如雷，其名曰魁。6. 青牛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独角四大王是孙悟空遇到的最难缠的一个妖怪，也是孙悟空为了救师傅而四处找人帮忙最多的一次了。孙悟空不但求玉帝查找此人的来历，还先后求了李天王、哪吒、雷公、火德星君、黄河水伯、如来、18罗汉等心佛2界众多高手来相助。不过这些人最后都没有帮上忙，最后还是如来告诉弟子降龙伏虎。降龙伏虎2罗汉又转告孙悟空，孙悟空才知道独角四大王的来历呀，于是去找独角四大王，也就是青牛的主人太上老君，这才解了围，过了关了。可见青牛实力之强。不过作为太上老君的坐骑，常年与道祖相伴，实力强完全是可以理解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，就点赞支持一下吧。点赞超过2万，我们继续盘点更多更有趣的坐骑。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最喜欢或者你认为战力最强的坐骑。